这是一台美的的微波炉，客户反映是不加热，今天送到我这里来维修。我们首先来试一下，这里准备了一杯水，我们直接放到里面，直接按开始。我们听见这个机器的声音基本上是正常的，等一会儿看它能不能正常加热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水呢是没有一点温度。下面呢，我们把这个微波炉拆开，看一下是什么问题。好，微波炉拆开之后呢，我们知道微波炉一般的不加热呢，主要是这个齿控管，或者是这个电容，还有二极管以及这个变压器的故障率偏高，最多的就是这个齿控管。所以说现在我们来先测一下齿控管。我们先把这个齿控管上面的两个灯丝线拔下来。我们用望远表首先测量一下这个灯丝是不是好的。好，灯丝没问题。然后我们用望远表的10K 档测一下这个灯丝是否对这个外壳漏电啊，这个呢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查的就是这里有一个保险，但是它这个呢是没有设计保险。那么我们再测一下这个二极管是不是好的。好，我们可以看这个二极管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要来测一下这边的电压了，看这个变压器的输入220伏是不是正常的。我们直接把这个输入的这个端子拔下来。好，这个端子拔下来之后呢，我们把望远表打到交流档，然后把这两个表针卡在这里，然后插上电，我们来通电，看这个有没有220伏的交流电。好，已经插上电了，我们再启动。好，我们可以看这个输出的220伏的电压也正常，那说明问题还是出现在后面这一部分。我们再来检查一下电容，我们一定要断电啊，把电源拔掉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电容这边的端子给它拔掉，然后用我们的数字望远表的电容档来测一下它的容量。这个电容它标注的是0.9微法，我们来测一下看。好，实测呢也是0.9微法的样子，那么电容应该没问题。那么我们再来测一下变压器，我们用电阻档测，首先测这个变压器的初级绕阻2.7欧正常，然后测一下这个灯丝的绕阻，电阻很小也正常，然后再测一下这边的高压绕阻，高压绕阻应该是几百欧，100多欧、200欧的样子。好，这200欧啊，基本上也正常。那我们现在检查了这个输入就是这个供电，变压器初步的测量了，电容、二极管都检测了，那么都没有问题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代换这个齿控管。好，现在我已经在我其他的机器上拆了一个齿控管装上去了，因为我这里的齿控管已经用完了，没有货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把所有的电路都已经恢复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来通电试机。通电试机呢，我一般喜欢把这个盖子给它盖上，盖上呢比较安全。盖子盖好之后呢，插电。插上电之后呢，还是把这个水放进去。水放进去之后呢，我们按启动按键，我们等待30秒的加热时间。30秒的加热时间到了，打开微波炉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明显的已经加热了，这个杯子上旁边呢都已经有汽水了。那么这个微波炉呢就已经修好了，就是齿控管的问题。虽然这个问题呢很简单，但是我的这个详细的检修流程对新手朋友的话应该是有所帮助。